介绍的是中国品牌的全球车。那简单总结呢，就是均衡好开、稳健舒适。综合来说，还是售价为18.98万的旗舰型最值得推荐。比亚迪宋 Plus EV 冠军版。在外观方面呢，宋 Plus EV 冠军版呢，它同样也是采用了比亚迪海洋美学的设计，所以呢，看起来呢，很多网友就评论有点像保时捷的风格。那它通过这个宽车身和低趴的设计呢，确实对运动感的拿捏呢是恰到好处的。同时呢，它跟 DMI 版本的差异呢，主要是下包围这里采用了全封闭式的设计，就减少了横条格栅，所以看起来呢更加的简洁，而且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台纯电的车型。那在车身尺寸方面呢，这台车的长度是接近 4.8 米，那宽度呢也接近了 1.9 米，轴距呢是达到了2765毫米，在紧凑型 SUV 当中呢算是比较宽大的了。另外看一些细节啊，那这台车呢它是全系标配了 MFC 的手机钥匙的，它能够支持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的这个手机钥匙功能，所以你出门只要带手机就不用带钥匙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在轮胎配置方面呢，全系标配了19英寸的多辐式铝合金轮圈，那搭配的是来自于佳通的 Comfort 225系列轮胎，这也是比较注重节能和舒适型的轮胎配置，符合这台车就都市型 SUV 的定位。它在这个充电接口方面呢，它快充和慢充是分开的，而高配的车型是支持140千瓦的快充的，而低配是支持90千瓦的快充，慢充呢都是7000瓦的慢充。另外呢，它还是全系支持这个移动电蛋的功能，它可以对外支持220伏的放电。来到车尾可以看到最明显的特征呢，就是这个贯穿尾部的海记星耀式的尾灯，它的点亮效果呢也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闪亮。同时它的下包围呢也是采用了横条式的设计，拉伸了视觉的宽度，而且呢看起来也非常有层次感。进到车内呢，可以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比亚迪家族式的内饰。那我们这里说一下亮点，我们这台顶配的旗舰 Plus 版本呢是带有15.6英寸的可旋转中控屏的，那其他的版本呢是12.8英寸。同时呢，在网络方面呢，顶配的版本是采用了5G 网络，那其他版本呢是支持4G 的。那在多媒体系统方面呢，这台车是采用了比亚迪的 D-Link 多媒体系统的，它的语音控制啊、车联网都做得非常好。那另外更重要的是呢，它支持基本上所有的安卓应用，所以在兼容性方面也是同级别做的最好的。同时啊，这台车呢还是带有了这个热泵空调的技术，它能够有效提升你在严寒环境下的电池续航里程。另外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个挡把前方这里呢，新增了2个15瓦的无线充电槽，而且呢，它这个位置取放手机非常的方便，还可以看到手机的屏幕人性化做的比较好。那中间的这一个水晶挡把呢，操作非常的方便，造型呢也很精致。在中控台底部呢，还有一个储物格，而且呢还配置了 Type A 跟 Type C 的手机充电接口，所以在充电方面，这台车也是做的无可挑剔了。顶配车型呢还配有这个10扬声器的 Infinity 音响，而且呢它前排呢还带有隔音玻璃，所以在行驶的静谧性跟这个音效方面呢，确实是比其他版本做得更好的。冠军版呢增加了 APA 的自动泊车功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体验一下这个自动泊车的按键，按了之后呢就可以进入这个选车位的模式。可以看到我们这是个斜车位啊，车位这里它就识别出来了。那我们按这个按自动泊入，我们现在松开方向盘，刹车，看一下它怎么停。它整个停车的过程是会自己持续的闪着这个双闪的警示灯的。好，它是选择了这个后倒入车头对外的方式。简单来说呢，这个过程呢还是比较顺畅一点的，而且呢，它在这个车位它停的是比较居中的。对于新手来说呢，这个功能能够减少他停车的烦恼。开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先说一下这台车的动力系统。那宋 Plus EV 呢，也是采用了8合1的驱动电机的。同时呢，它这个全系都是采用了前驱的配置。我们这台顶配的车型呢，最大功率呢是达到了160千瓦，峰值扭矩是330牛米的。另外呢，它的根据续航能力的不同啊，它也是分为 CLTC 标准下的520公里和605公里2个版本。那实际开起来呀，我
们把这个驾驶模式调到运动模式，动能回馈是较大的档位。整个起步的过程呢是非常的轻快的，动力输出很直接顺畅，电门呢也非常的灵敏。那如果是在一些乡间小路去行驶的话呢，因为它的静谧性是非常好的，再加上呢整个动力非常的平顺，底盘悬架呢也非常的稳，所以呢你就感觉到那个车好像是在漂浮在路上的感觉，给人一种非常惬意的一个驾乘感受。进入高速路况的时候呢，我们车上虽然坐着3个人整体的动力水平应该说接近于同级别一个 2.0T 发动机的一个动力表现。即便你的车速上到了1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车速的时候呢，你再全电门加速，它依旧能够给到你比较充沛的一个提速感。在动力方面呢，应该说是这台车的一个亮点。当然了，它不是那种性能车那种非常凶悍强的一个动力输出，而是说它比较充沛，能够让你有信心。而且呢，你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，你能够很轻松的达到这个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。另外，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行驶的静谧性也是做得比较好的，哪怕车速是维持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，你也不会感觉到很明显的一个风噪或者是路噪传入到车内。在制动方面呢，这台车应该说相对于 DMI 车型的话，它会更加的灵敏一点。同时，因为我们切换到了这个较大的动能回馈的档位所以呢，光是靠电门你就能够比较好的去掌控车速。你松开电门呢，它根据你的车速的快慢去控制这个动能回馈的这个力度。你车速慢的时候呢，它动能回馈的力度会比较小的，所以不会对你的驾乘呢造成影响。当你车速比较高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上升到8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呢，你松开电门，它这个动能回馈的效果呢会更强一点。另外，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这台车的这个稳定性和它行驶的平稳度呢，应该说在同级别当中也是一个上乘的水平。那在转向方面呢，这台车应该说是同级别一个主流的表现吧。方向盘呢低速比较轻柔，高速呢也足够的稳定，不会有一种轻飘的感觉。那聊新能源车呢，肯定少不了驾驶辅助功能那老实说呢，这一台车的驾驶辅助功能呢确实也不算先进，但它的好处呢是足够的实用跟可靠，基本上支持呢全速域的 ACC 自适应巡航，还有这个车道保持的功能，而且开启呢非常方便，就方向盘这也直接按2下就能够开启。如果是你进入到一些市区，面对一些走走停停的路况的时候呢，它与前车的距离呢它也能控制的比较好。它会根据车速的高低来去控制前车距离的长短。比如说你车速越快的时候呢，它离前车的距离呢就会更长一些。使用的过程当中它这一个车道保持跟 ACC 功能呢，就是使用的最多的，而且也是最实用的一个功能。它能够减轻你在长途行车的时候的一个疲劳感，而且提升了一定的安全性。当然了，你也会说同级别有一些中国品牌的新势力车型呢，比如说城市 NOA或者是在更多的一些停车辅助的一些功能。那这一台车呢，确实这些先进功能上面呢做的没有那么的完善，它更多的是满足你日常最高频使用的功能。